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7号，星期日。大家今天戴蓝牙耳机了没？如果你是经常听政论节目的话，建议你买一个蓝牙耳机戴着，这样的话听节目方便嘛。面具人就专门为了听新闻，为了解放双手买的蓝牙耳机。昨天我吃饺子，边包饺子边听各种川粉的神奇言论，也是用的蓝牙耳机。我也算是开了脑洞了。今天咱们要来讲2件大事啊！来看今天的标题：你的钱完蛋了，数字货币要共产股票，马上就轮到你。长沙数字货币开始了，缅甸爆发示威，军政府紧急断网。川普打人民战争，深层政府的正邪之战开始了。面具人说了嘛，我昨天听新闻用蓝牙耳机开了很多脑洞，那今天呢也会在节目中间分享给大家。很多人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想让面具人谈一谈川普是否还能反杀回白宫，川普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夺回白宫嘛？很多人关心这件事儿，毕竟网上带节奏的人也很多，天天都在说川普正在下大棋憋大招，对吧？那川普究竟有没有希望夺回政权呢？面具人告诉你们，有希望，真的，川普杀回白宫真的是有戏的。那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大秘密，这个谜底咱们放在节目中间再解密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钱袋子的问题观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时间每过去1天，你们的危险就多增加1分。所以呢，你们应该警惕起来了，危险呢已经一步一步的在接近了。昨天的节目中，咱们讲到了想要通过囤黄金来避免自己的资产变成数字货币，已经是不可行的了。那具体想要了解详细情况的朋友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可以去回顾一下昨天的节目。咱们今天来继续讲保命保财的事儿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长沙开始运行数字货币了，那接下来面具人我要讲的东西就很重要了。不仅你们的黄金要被数字货币共产，那还有股市呢，股票也会被数字货币共产了。面具人今天一步一步的详细的给你们揭秘，仔细看完真相会吓死你们的。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布了一则通告，通知运行数字货币的事儿。但是这个通告一改往常的那种政府公文写的比较冷冰冰强硬的那种风格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2月5日，南方小年上午，长沙的天空覆盖着薄薄的祥云。和顺石油滨水加油站柜台来了一个剪着平头的小伙子，他刚停车加了200块钱的油，走到柜台前面，掏出了一张银行卡形状的蓝色数字钱包，说自己是数字人民币试用者，要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加油费用。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请他到了接收设备上的刷卡器刷了一下，一边请同事开票据，一边呢请他签字确认。不到2分钟，这笔数字人民币的线下支付就已经完成了，成为了中部城市首单数字人民币加油站的消费交易。紧接着，一位短发的女市民也来办理数字人民币支付，她用数字人民币可视卡碰一碰和柜台人员的接收设备只是碰了一下就完成了支付。旁边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和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张奎等几位客人一直颇有兴趣地观看着交易的过程。此前呢，郑建新还在长沙市新奥燃气柜台体验了一把数字人民币支付。他和同行的长沙市银行领导下载了中国银行数字人民币 APP， 并且注册钱包，并使用了数字人民币兑出兑回、转账交易以及燃气缴费等功能。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对便民利民、促进消费和拉动内需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也是长沙市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3高4新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下一个阶段，数字人民币试点将在长沙深入开展，更多的长沙市民将会有机会体验到数字人民币的相关应用。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的工作人员介绍，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目前，数字人民币在长沙等多个城市开展试点测试。长沙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员告诉记者，自从2020年11月长沙市正式获批成为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以来，长沙市人民政府、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组织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6家试点银行机构和中金科在涉及数字支付的各个领域开展数字人民币的试点。1月25日，湖南省第13届人大4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抓好长沙数字人民币试点。目前呢，长沙地区已实现多类场景支持数字人民币交易，包括党费、燃气费等公共缴费，以及部分涉及居民消费的商超、餐饮、长途客运、加油站等消费场景，还有邮政快递、旅游等特色场景。截至2月2日，长沙市线下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商家共落地3404个。未来，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场景将不断的扩展延伸至更多领域。大家仔细看好这个公告中有个细节啊，那就是长沙市线下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商家共落地有3404个。这仅仅是一个地区啊，长沙市都已经开始搞了3404个数字货币的商家。很多老百姓还在做梦呢，觉得没事儿，无所谓，早着呢，是不是啊？不要害怕，数字货币啊，要全面铺开，还得好几年呢，是吧？大家仔细观察啊，一个地区落地商家有3400多个啊，甚至4000多个，这个数字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共产党有些数字不会给你报太大的，对不对？那全国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呢，等于是遍地开花嘛，它不可能只是长沙一个城市在搞嘛，对不对？全国每个城市都在搞数字货币，等于说是全国现在至少已经有几十万家数字货币了，懂了没？那这个效率高不高，速度快不快，从这儿你就能看出来共产党有多急，对不对？那你们还觉得没有事儿，不要怕，早着呢，是不是啊？那纯粹是傻啊！你们有心的观众啊，自己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河北、四川、广西、陕西，你能想到的地方都已经在大量的进行数字货币的改造了，可是你们却发现不了，你们觉得哎呀没有那么快。知道这是为什么不？因为政府管控舆论，政府控制网络，政府控制讯息，它完完全全可以把民众孤立起来，让民众无法得到真正的消息，啥都干不成。现在的中国人就像是锁在保险箱里面的老鼠，你听不见外界，你也看不见外界。这一间大房子里面可以有无数的保险箱，每个箱子里面都锁着老鼠。可是任意一个箱子里面的老鼠被拿出来了，无论是挣扎煎煮炒，别的保险箱里面的老鼠是不会知道的。每只老鼠和每只老鼠都是互相隔绝的，这就是中共的网格化管理，非常恐怖的。哪怕是一个人啊，被多么残忍的摧残掉了，其他的人是不会知道的，非常恐怖的啊。那长沙开始弄数字货币了，你怎么可能知道？你西安人能知道？你上海人能知道？还是你甘肃人能知道？对不对？河北弄数字货币了，你怎么能知道啊？
深圳弄数字货币了，你怎么能知道？只要共产党不报道出来，你就知不到，对不对？大家的信息都是不互通的，有谁在网上抱怨一下，立刻就会被删帖封号，甚至呢被警察找上门喝茶，对吧？所以说，共产党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做了任何坏事是没人会知道的。那说到网络控制啊，数字货币的话题咱们先放一放啊，还有个最劲爆的内容，咱们等一下说。因为咱们说到了网络管制了嘛，就来说一下缅甸最近的网络控制。其实呢，这个和中共的数字货币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都是和人权有关。大家都知道缅甸发生了军变，对吧？那现在这个事儿闹大了。2月6日周六，成千上万的缅甸民众走上了仰光街头，谴责刚刚发生的军事政变，并且呢要求立即释放民选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季。这是缅甸军政府面对政变夺权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且呢，这个规模呢有点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啊！这军政府一看，这可如何是好呢？于是呢，缅甸军政府切断了网络通信。那他军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大家要组织串联呀，要互相沟通呀，要互相的约呀，要发朋友圈叫人呀，一起上街呀。你不切断网络，大家本来是在家蹲坑的、看网剧的、炒菜的、刚睡醒的，翻翻手机刷一刷朋友圈，一看朋友圈，我靠，大街上这么多的人，好热闹呀。结果呢，人嘛都是爱凑热闹的，更别说其中还不乏有那些有理想的、有抱负的，或者是想趁乱浑水摸鱼的人。总之呀，啥人都有。你不控制通信的话，人潮只会越来越多。所以呢，缅甸军政府就开始网络管制了。那这样做呢，就可以降低热度嘛。现在缅甸的 Facebook、Twitter、IG 呀都上不去了，有些地方甚至连电话都打不了。缅甸是没有防火墙的。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访问这些国际网站的，现在呢，通通都被军政府管制了，大家上不了网了。那政府这样做了一次，他只要开了头啊，他以后就会经常这样做。只要他认为有需要，只要断网对他的政权有利，那断网又如何？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了啊，缅甸军政府这样做是否合适？附加一个问题，华人是不是人？这两个问题很重要，想明白这两个问题，就能决定你的生活是否幸福，你的夫妻生活能否和谐。真的啊，你想明白这两个问题，你的夫妻生活就能和谐了。网络上现在盛传这么样的一个阴谋论啊，说缅甸军政府是正义之师、铁血军人啊，是传说中的 QA 计划中的义军救世主。缅甸现在的行动早就在圣经里面有预言，推背图里面也预言了，是缅甸军政府撕破黑暗，拉开了与世界假民主恶魔政府的斗争。全世界的宇宙力量都将觉醒，星之子都将加入缅甸政府的义军。美国、英国、欧盟这些伪民主真奴役的蜥蜴人代理人，必将被坚持真理的星之子 Vladimir Putin 所消灭。大家不要动摇，只有正邪大战过后，才能还世界一个真相。这是正邪的终极之战。翁基的蜥蜴人身份已经被戳穿，他现在被缅甸军政府的科学家严格监管。大战之前，你们就会看到操纵人类几千年的蜥蜴人的真面目。为了人类的未来，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好了，这是网络上的一些极端川粉的阴谋论啊，大家记住，这些川粉啊，他们叫嚣战争呀，他们叫嚣什么世界大战呀，叫嚣什么深层世界啊，叫嚣跟黑暗政府抗争呀，他们叫嚣来叫嚣去，但是你只能听到他们叫嚣，他们自己从来不会上街去干的，他们自己也不可能去上街干的，他们只会躲在键盘后面煽动傻子去当炮灰，他们在背后撸钱，懂了没？还有大家仔细观察就是这些
造谣的呀，宣扬阴谋论的，他们看起来是认川普当主子的，对吧？更确切的来说，他们应该是认共产党当主子，搞乱美国，让美国内战，让美国分裂，让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发生什么政变呀、对立呀，这明显是对共产专制有好处的吗？对不对？共产党的敌对阵营，这些民主国家一个个的分崩离析了，纷纷内战了，裂解了，谁高兴呀？习近平高兴吗？对不对？川粉现在宣扬在缅甸这些游行的人都是暴徒，军政府暴力政变是合理的，军政府应该把这些暴徒全部抓捕，全部镇压。这里面有一个逻辑矛盾那就是美国人上街游行就是正义的，美国人冲击政府公务单位，美国人冲击国会，冲击法院就是正义的。可是呢，这个缅甸人黄人上街游行这就是暴徒啦，这些黄人就是被蜥蜴人控制的啦。然后呢，这个美军驱散冲击国会打砸抢的人美军就成了暴行了。然后呢，这些缅甸军政府断网断通信抓人，就是维持世界正义了，就是维持秩序了。做人怎么能这么双标呢？缅甸民众的游行他没有冲击政府单位，就从这一点就已经比白川粉们文明多了。再者呢，缅甸政府断网，这是侵害了每个纳税人每个消费者的权利的，人家交了税费交了网费，人家凭啥不能上网？对不对缅甸军政府做的这个行为比美国政府恶劣多了，对吧？然后你们这些川粉鼓动人家上街干，你在美国鼓动美国干，你在中国鼓动中国干，你在缅甸鼓动缅甸干，结果呢，没有一次是你上街干过那你说人家白川粉都杀进白宫了，杀进国会了，你咋不去嘞你不是说你随时为了川普要牺牲吗？去呀，去光在这撸嘴子呢光在背后撸钱呢，收打赏呢，算命呢，五行八卦呢，你搞笑呢这些川粉尤其是咱们黄川粉华川粉干着最龌龊的事儿，口口声声还要说白人至上，川普是白人至上，川普主义就是川普干啥都是对的，啥是真理？川普说的就是真理。为啥因为川普是神呀，川普是神选之人，咱们亚洲人黄人就是劣等呀，对不对你低等种族你游什么行呀，对吧？游行是人家白人发明的，只有人家白人能干黄人就是当这个奴隶工就行了，对吧？就像老黑说的那样，女人不应该参政，不应该还是不适合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女人不应该参政。那老黑要是说这话，面具人我就要说到了。老黑，你妈是女人不？女人就不应该参政了。那按照你这个逻辑来说，女人不应该的事儿多了，你妈就不应该有投票权，投票就是公民参政的基本体现呀。那你老黑说女人不应该参政，那你妈就别投票。啥事儿要是都按照你老黑的想法来，那女人不应该的事儿就太多了。女人不应该看男人，女人不应该穿短裙，女人不应该穿运动鞋，女人不应该让别人看见她的脸，这种稀奇古怪的规矩太多了。这世界上到目前还有很多国家奉行着这种思想文化呢。由此可以看出来，老黑这个人没有老婆，因为他老黑就根本没有那种和女人长期相处而磨合出来的基本的对女性的尊重和理解。婚姻正常的男人都是能比较理解女人的程度多多少少的问题，老黑呢，那他是对女人有着满满的怨气呀，你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又或者他的这个取向你懂的。所以说呢，老黑单身是有原因的说不定不是单身呢也许呢他有男朋友呢，对吧？刚才说了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人家老百姓在街上路上站着，只要不打砸抢不违法，他站在街上就是他的权利，对吧？那缅甸政府应不应该断网呢？应不应该把这些人抓捕呢？对吧？缅甸政府很明显没有这个权利和资格，这很明显就是违法行为，对吧？破坏别人的人权了，人家没事站在街上啊，爱谁惹谁了，对吧？就这川粉还歌颂，哎呀，那一说到川粉歌颂呀，川粉歌颂的行为太多了，只要是他的主子啊，他就能一直把舌头伸到大肠里面舔，从下面舔到肚子中间。但是呢，他主子之外的人啊，哎呀，那就是杀你亲妈的仇恨，哎呀，把他们全部都给我消灭掉，随便镇压。那面具人，我想问一下老黑啊，你支持缅甸镇压，你支持缅甸军政府政变，那我也支持西班牙政府把你妈镇压一下，行不行啊？反正女人不应该参政嘛，对吧？你都没有什么政治权利了，你不要参政了嘛，对吧？政府镇压你是应该的，镇压了就镇压了嘛，对吧？本来面具人和老黑还算是有过交流，后来呀，你老黑你这个货呀，为了赚那点钱，越来越无耻恶心，净干他妈的颠倒黑白、破坏人权的事儿。从老黑身上啊，我们就要思考刚才的问题了，华人是不是人？显然呢，看看老黑这些精神领袖啊，就是条狗，说话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死活和权利，就知道摇他妈的尾巴，求自己的主子给自己狗粮。你看一个人具体能有多像狗？哎，你想知道这个答案？观众朋友们，你们要是想知道一个人具体能有多像狗呢？大家多看看老黑的频道，就能有深刻的理解了。好了，咱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啊，华人是不是人？你们看好了啊，缅甸人虽然不是华人啊，但也是算亚洲人种，算黄种人，和咱们都是一类人种，没啥区别哦。白人游行就可以，白人游行就是白人至上，咱们黄人游行就是该镇压，活该，对吧？所以呢，咱们黄人在老黑的这种内心白人的人啊，在这种双标狗奴才的眼里，咱们黄人连人都不算嘛，对吧？所以呢，可以得出结论，咱们黄人连狗奴才都不如，对吧？人家狗奴才还能站在手机里面，站在电视上面大吹牛逼，宣扬自己是民主英雄，然后呢，咱们这些人呢，还要跪拜着他们这些狗奴才。那么问题又说回来了，这种如此卑劣的躲在键盘背后的垃圾狗奴才，你们为啥还要支持这种人渣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反正吧，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他的理由有多么的高大上，可是呢，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强行侵犯别人人权的行为，这就是违法的。别说什么深层政府、蜥蜴人啥的，你说这些政府真的存在啊？真的有蜥蜴人啊？什么缅甸军政府要拯救地球了，川普要拯救地球了，和蜥蜴人开战了，拯救人类什么的，这个剧本挺好。你想把这个剧本实现了，你可以征询民意呀，对不对啊？你可以给老百姓说啊，蜥蜴人要来毁灭人类了，你要拯救地球，对吧？面具人我就不相信了啊！人类都要被蜥蜴人毁灭了，人类会脑残到不支持军队和蜥蜴人开战保护人类吗？这不符合逻辑，对吧？既然这种事儿他拿不到台面上来说，证明军政府和这些造谣的阴谋论的人，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目的不单纯。这些外宣啊，他们就开始造谣呀，说什么蜥蜴人呀，深层政府呀，粉饰太平呀，对不对？蜥蜴人存在不？外星人存在不？存在。但是呢，你说外星人他都能跨越宇宙了，他至少都得有这个灭星级别的科技吧，对不对？就相当于你会去干涉一个蚂蚁王国的内政不？
就是这个蚂蚁窝里面几只蚂蚁，谁当蚁后谁当蚁王，你会去管不啊？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嘛，对不对啊？真正的你说人家跨越星系级别的科技文明要来灭咱们人类啊，那分分钟的事儿，知道不？还用在这儿阴谋论呢？拿最基本的逻辑想一下，人家说不定一炮都把你地球轰穿了，哎，人家能从宇宙的那一头飞到宇宙的这一头，咱们地球人现在连飞出地球都难，是不是？你想想，哎呀，而且这些人啊，造谣的人更可怕的是什么啊？他给你说有些人被恶魔附体了，有些人呢被蜥蜴人披上这个皮囊啊，他是蜥蜴人。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剖开一个看看，你就知道了。那么问题来了，你老黑咋不去剖开一个看看呢？啊，这些人啊，真的是一肚子坏水啊！就像之前就是面具人之前有1个月报道的那个黑人上街突，突了好几个人。那个哥们儿啊，就是被阴谋论洗脑了，认为大街上的人都是被恶魔附体了。他突这些人是在与恶魔抗争。你说这悲剧不？啊，害人害己呀！这真的这些谣言啊，造谣啊，害人不浅啊！缅甸军政府他敢断网，他以后就敢控制任何东西啊！你想嘛，人家都交了网费了，人家也没惹你。还有那些没上街的，在家看片的，在家打游戏的，对吧？也被断网了。那你说这算啥？很简单呀，只要是对政权有利的啊，侵犯人权又如何？对不对？所以呢，缅甸慢慢也就跟中共一样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中共他不是吗？中共就是想把中国人怎么整就怎么整嘛。你看中共现在推行数字货币，不也是为了他的政权吗？为了能够更好的控制老百姓吗？啊，而且上海现在买房还要弄个什么积分制度，并且呢，这些数据都是和大数据联网的。以后呢，老百姓用了数字货币了以后啊，更加被大数据抓取了。这个数字货币统一全平台，不管什么美团、微信、支付宝啊，还有这个京东，全部都给你并购了，全部都给你用数字货币一账通。可是呢，方便归方便，老百姓的钱是随时让共产党控制的呀。而且这个数字货币国外没有存量，也就是说你的数字货币也别想拿到外国去花，对吧？因为别的国家没有存量，它接纳不了你这个数字货币。等于呢，你在外国有存量的有价值的人民币和黄金啊，黄金全世界流通嘛，全部都要被共产党锁死在国内了。面具人昨天的节目报道了嘛，共产党现在就是要求老百姓以后卖黄金啊，卖掉的黄金你只能收到数字货币，对不对？而且党啊有了数字货币以后，它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专款专用，限制你的消费，对不对？这样就可以帮党应对经济危机了，对吧？现在全中国都在统一的改造线下商家，把这些商家改成数字货币支付。等到这个改造一旦完成，你不用这个数字货币都不行。那面具人，我想问你们一下啊，这算不算破坏人权啊？我老百姓赚来的钱凭什么就变成数字货币了呀？啊，按照老黑的意思来说，川普做的就是对的，神选之人，神能错吗？那王沪宁也认为习近平是神选之人呢，小粉红也认为习近平是真命天子呢，对吧？想把老百姓怎么折腾，想把老百姓怎么整，因为他是神选之人嘛，因为他是真命天子嘛，对不对？啊，你说共产党这一招狠不狠？把所有的线下商家全部给你改造成数字货币收款，你以后想去买东西，你要么拿人民币，要么拿数字货币。可是呢，以后你的人民币没有来源了，你的来源只有数字货币，也就是说你的存量，你自己的人民币迟早会消耗掉。
啊，再不然呢，你有黄金，你有本事走私到国外卖呀？还是说你咋办？你没钱花了，你不得把黄金变现呀？对不对？所以呢，面具人一开头就提到了，从今天开始，每过一天，你们的风险就会加大1分。你虽然是该谈对象谈对象，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该看片看片，但是呢，共产党没有停下来呀。共产党在紧锣密鼓的全国各个地方、各个省、各个市、各个区，每条街道都在快速的铺展数字货币的终端、数字货币的收款端，知道吗？你觉得早着呢？你看看早着没？下楼到街头逛一逛，找一找，你就能有答案。你在国内，面具人我在国外，怎么搞的是我在国外都比你们在国内的人还要了解国内？你不觉得这很羞愧吗？啊！而且呢，我告诉你们啊，真的是从今天开始，每过一天，你们真的财产的风险就会加大1天。为什么？看这条消息，2月4号。根据工信部的消息，工信部将组织开展2021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的申报工作。申报和实施的指南提出，鼓励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风控管理、数字货币等方面的创新应用，鼓励在医疗领域的标准制定。医疗标准制定，说白了就是定价，懂了没？数据壁垒打通，就是所谓的一卡通、一账通啊。在这些方面必须要进行先行试行，鼓励在互联网、能源、通信等信息化基础较好的领域，探索一批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数据融合应用新方法、新模式和新机制。此外呢，数字货币这个苏州之前已经搞过一次试点了嘛，对吧？现在又搞，他搞试点只是幌子。苏州还将放出数字人民币年货红包，看又叫面具人我说准了吧？我说了，在过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绝对会做活动，大量的撒数字货币的。根据苏州发布的消息，继去年12月成功发放200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以后，苏州将于2月5日再次发放3000万数字人民币。3000万呀，不是小数字了。苏州年货节红包，每个红包的金额为200元，红包的共计数量为15万个。看，这又印证了面具人的预言吧？苏州的这个数字货币发起来就跟灌水一样过上半个月、1个月发个2000万、3000万，对吧？哗啦啦啦啦！面具人当时就说了，数字货币以后就会代替央行降准，就会代替中国的印钱机制，一个地区灌水个几千万、几个亿的很简单嘛，键盘一敲，一键印钱嘛那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你数字货币把钱发多了，一键印钞，对吧？很容易。可是呢，你的钱变多了，物资并没有变得更丰富，结果呢，就是你的钱不值钱，因为钱多了，东西没有变多。你要用更多的钱去换原来同等体量的物资、同等体量的东西，对不对？那通货膨胀就会更加严重，老百姓的压力就会更大。那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2月4号的那期节目那面具人，我昨天说到了黄金要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变现，对吧？那黄金之外还有股票，这些都算是资产，很多人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股票也很重要呀，对吧？中国的股民是很多的，那股票现在也要被共产了。中信证券研究报告称，数字人民币试点将进一步提速，预计未来应用场景将继续丰富，试点区域将继续扩大。数字货币推广有助于提升电子支付便捷性和安全性，商业银行有望借助数字货币介入电子支付领域，增强自身在场景金融以及流量经营方面的竞争力，包括证券方面的交易。很多炒股的朋友们，记住了，
你们的股票以后涨了跌了都无所谓，本来这个涨跌嘛，对股民来说很重要啊。但是呢，以后呀，用数字货币吧，安心、省心、放心。很多股民天天苦思冥想的研究股票，就想指望着靠着股市挣点钱。面具人也知道这不容易，但是呢，共产党更加知道这股市里面有钱呀，他必然要开启共产模式呀，对不对？把股市里面的钱给你转化掉，钱共产党的红色贵族拿走，数字货币给你们拿点数字货币继续玩蛋去吧你。反正以后的机会是越来越少，财富面临的危险也是越来越大。办法呢还是有一些的保财保命呀，甚至你想出国呀怎么样都行。那这就涉及一些灰色地带，这里不让打广告啊，大家理解一下啊。大家可以看视频下方的置顶留言，或者那个内容简介里面的链接，或者加我的 LINE 号啊，留言区和内容简介里面都有啊，或者给我发邮件，邮箱的链接在下面也有。有些事儿呢，咱们只能私底下说，并且呢，这样沟通也比较顺畅和详细嘛。好了，现在给大家揭秘开头面具人说的川普有没有机会夺回政权啊？来看这个新闻啊，前川普竞选经理布拉德·帕斯卡尔向川普提出了在去年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获得 Parler 所有权的想法。帕斯卡尔早就对 Parler 产生了兴趣。据报道， Parler 曾考虑在2019年在他们的网站上为川普创建一个账户，作为抵制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堡垒。 Parler 这个网站比主流网站的限制要少，而且呢，极右翼人士也对此表示欢迎，因为 Parler 上面可以发表很多极端言论，他也不会把你删帖封号的。但是呢，你的极端言论在 Facebook、Twitter 上面、油管上面就很容易被封号。所以呢， Parler 可以说是阴谋论呀、极右翼的集中营，非常迎合川普的口味儿。这也使人们对川普担任总统职位的最后几个星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川普他最后被封号了以后，他只能通过 Parler 来发消息，来调动资源。直到1月6号的骚乱Facebook、Twitter 暂停了川普的账户嘛，对吧？那川普就只能用 Parler 大量的分享他的消息和一些阴谋论呀，包括他自己的网军也在造谣，包括咱们这些华人大外宣也在上面造谣。面具人我是没在上面我的精力有限因为平时我还要搞一些这个写作，当然了，我写作我是不拿出来卖的，我只是纯粹自己记录自己的生活。你永远不会看到面具人我说什么出书呀、卖书呀，知道不？没必要卖弄这点肚子里面的墨水那川普的竞选经理就建议川普在利用 Parler 沟通呀、宣传的同时，积极的与 Parler 的领导人谈判并且呢，试图将川普和 Parler 的老板撮合进行合伙。那这样的话，川普就会带动自己的7000万川粉，增强 Parler 的影响力，帮助 Parler 与 Twitter、Facebook 竞争。据美国记者的爆料Parler 的老板的老婆就是俄罗斯人其实呢，大家仔细观察川普做的事儿他不为别的，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他就是为了盯着白宫。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王位。并且呢，川普的时间不多了，就是在2022之前。到了2022，要么跟着共产党一块消亡，要么就是帮了共和党赢得选举。结果呢，被共和党卸磨杀驴。大家也看到了现在的共和党是多么的右，多么的唯利是图了，对吧？只要是有政治利益无所谓什么正义呀、道德呀，无所谓什么造谣呀，对吧？川普他现在的节奏很好，他掌握了自己的强大的社交帝国，
这就等于掌握了笔杆子。笔杆子在中国共产党眼里面是最重要的，比枪杆子、比钱袋子还重要。为什么？掌握了笔杆子以后，你就等于能掌握民意。尤其是川普啊，他很擅长搞媒体，搞媒体是他的老本行啊，那他就更加擅长操纵民意了，对不对？那这个帕勒如果真的被川普炒起来了以后啊，包括届时啊，咱们这些华川粉，包括共产党的这些想让美国内战的人啊，他们的这些网军资本力量都会介入，把这个平台壮大的，懂了没？接下来的话，拜登的日子就不好过，很难受。你干什么都会被造谣，你干什么都会被攻击。刚好呢，美国又有言论自由，所以呢，面具人我说，川普杀回白宫是有希望的。至于更多的内容啊，大家可以一起脑洞嘛，剩下的大家在留言区继续脑补啊，咱们在留言区继续聊，时间有限，拜拜。